一般人站在顶楼往下看，就算是没有惧高症，也都会头昏脚软。但是有一群人却得在90度垂直的高楼墙面工作，从贴瓷砖、漆防水漆到防锈工程，身上只绑着绳索，双脚腾空，却要背着15公斤的工具，还得顶着烈日强风，而飞檐走壁的功夫就像是蜘蛛人。我们的节目访问到了一位才19岁的女蜘蛛人。这个可爱的女生本来是很怕高的，第一天上班光是往下看就吓得差点要哭出来，尤其听到师傅问她到底要不要跳，整个人都要昏倒了。工作这么恐怖，但是薪水还蛮不错的，所以想想家里生病的爸爸，他怎么样都得克服恐惧，咬牙翻过墙拼了。而蜘蛛人出没攀爬的地点，除了大楼，还有桥梁、灯塔，许多吊车、吊具都没有办法到达的地方。现在呢，就透过我们的镜头，带您来看看蜘蛛人的工作日常。等一下我们要做这一栋大楼的瓷砖检查跟所谓的防水工程。今天工作的地点在几楼啊？12楼在这里，然后我们等下再上楼梯。一大捆的绳索、扣环，还有等等会用到的给息，全部挂上身，至少15公斤。雅雅工作的地方不在最顶楼，而是在往下一看，车子招牌变得跟蚂蚁一样大，不少人已经腿软，更别说行走在90度垂直的墙面上。我下去了。双脚腾空，只靠2条绳索拉住全身重量。从空拍视角来看，就像蜘蛛人悬挂在大楼外，还得骑防水漆补矽利康。雅雅也不是生来胆子就这么大。我第一天上班啊，就是我刚跨上去那边，那个前面的师傅，因为我真的是跨很久，那师傅看不下去，他就说：“你到底要不要跳下去？你到底要不要跨出去？”最恐怖的是那个对，翻墙的那一刹那，就是高楼大厦，然后有车，然后在那边那个声音真的是很恐怖，车子就变超小。对你完全，你完全你不敢看下面，你是直接看你自己在干嘛，就想说我到底是不是来对地方？1、2、3。就想到妈妈、爸爸他们都，因为我妈妈是外籍配偶，你其实从小看到大，她每次出去干嘛都会有人说哦，那外籍配偶，然后怎样讲，反正讲的都很难听，我自己其实听得很心酸。然后爸爸又身体不好，一想到家人就想说，好吧，那就拼读一下，然后就下去了。妈妈是柬埔寨的新住民，雅雅会来当蜘蛛人，薪水是主要考量。到了师傅等级，每个月至少10万块以上。才19岁的女生，为了给家人更好的生活，除了得晒太阳，遇到不能降落地面的暗场，就只能靠自己往上爬。终于啊！一定要补充水分，因为很费体力。男生做都很吃力，更何况女生做这个工作一定是大热天。为什么？
因为像台湾那么热，一年四季都太阳，除非是下雨啊。可是我们下雨不出工。他们其实一开始很紧张，说你做这个吗？你确定吗？你一个女生明明就很爱漂亮，然后怎么做这一行？他说你以前不一样，在做美甲、做美睫，然后怎么现在去做这种，然后不用维护到自己的美貌什么的。门这边不是有尖尖的地方吗？就是会有转角处嘛，就是因为我们绳子很怕刮，它刮了我们的生命也会不保，所以的话一定要保护绳子。蜘蛛人命悬一线，安全一点都不能马虎，得固定在牢靠的物体上，像是消防栓或柱子。2条绳索是买双重保险。要从事这份工作，得先拿到工业绳索的证照，去的都是鹰架跟吊车，到不了的地方。现在住户都已经住在里面了嘛，你如果鹰架搭起来，如果小偷从1楼爬上去，这个也是个问题嘛。唯有蜘蛛人，他不需再增加机具的设备，所以可以减少支出以及安全啊。除了市区的大楼，这些你想不到的场域，也会看到蜘蛛人的踪影。大港桥的除锈工程啊，木斗屿的除锈工程，这个都是会比较有一点不一样的工程项目。澎湖木斗屿那个地方其实非常的小，岛上没有居民，只有做灯塔的人员在那边工作。其实最大的压力就是因为真的是太热了，那又海风又大，风又大，所以人员在工作上的会比较吃力了。桥下面基本上。有时候要有船只进来，有那种维修船进来，不便宜那个费用非常吓人。像高速公路这个桥梁的检测，这个都是用蜘蛛人在做的。在这些极限地区工作，不只得克服10几层楼高的恐惧，强风更是个大考验。风大对你们的工作会有影响吗？会啊，你会被吹走啊。抵挡吗？没什么东西，一般都是2只脚跟2只手。可能风往这边吹啊，可能脚就卡这边的柱子啊，或者是卡那边的东西之类的。大家也在报章媒体看过一些车辆可能坠谷，这个谷有可能比101高。那这吊车是没有报，什么机具都没有报的时候，就除了这个蜘蛛人这个东西，他能去做救援的动作。李志成还把蜘蛛人专业运用在救灾上，跟这一群阿伯组成了南投救难协会。他们平常都有正职工作，即便年届花甲，需要的时候还是会燃起热血魂。有一次就是刚好有事情进来，小孩子等着要去逛夜市，然后他们准备好出来，爸爸不见了，也不是怎样，就是想做而已。人在这辈子赚钱当然是人都想做的事情，但是其实人一定要多一点时间放在一些帮助人的上面，用我们的专业去帮助我们可以更需要帮助他们的人。超人不一定都有披风，也可能挂着绳索。蜘蛛人不分性别，艺高人胆大，也有着一颗柔软的心。